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7月人鱼饰演控制狂，斯文败类的超现实爱情。成尔，王一博7月人鱼饰演偏执控制狂，斯文败类的超现实爱情。大年初二，成尔导演公开表示，将与王一博、王传君二搭拍一部文艺大片《人鱼》，将去亚洲多个国家拍摄。这部电影是纯粹的文艺片，投资方是博纳影业。这部片子是打算冲奖的，票房倒是其次了。预计7月开拍，未来在多国上映。成尔导演在无名当中尽量迎合了一下观众，让观众看得轻松了一点，实现了一定的商业价值。他也不敢让投资方赔钱。博纳的于东与成尔像伯乐与千里马，成尔的电影调性注定很难像商业大片那样有太高的票房，但是他的电影是受业内认可的，很容易得奖的。人鱼的故事有一点超现实，男主角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北京海底世界的女演员，她是专门进行人鱼表演。曾经他的梦想是当一名电影演员，不过由于自身条件一般，只能在海洋馆中当人鱼表演者。由于泡水里太久了，身体上长了许多包，由于露背表演的原因，上司就不让他再下水，于是他为了生活，变成了一个可以见面的陪伴者，每天与不同的人在宾馆里等客人走了，他晚上住在宾馆里，省下了6小时的通勤。王一博和王传君饰演一对好哥们，生活没有什么压力，因为好奇心与女主角见面，双方产生了很多的情感纠葛。这种陪伴渐渐成了一种依赖，3个人的关系越来越乱，感情渐渐变得不可控制。成尔很擅长拍出人性，特别是男女情愫的暧昧。女主角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真正的演员，还有去美人鱼的故乡看看。她也分不清对2个男生的情感是不是爱情，事情渐渐发展的偏离了轨道。这部文艺片是超现实的爱情，也就是大家在生活中几乎是很难碰到的种类，但是又能理解的情感。王一博的爱情戏在这部电影中会非常的复杂，观众会渐渐看到一个男孩从好奇到怜惜，从淡漠到牵挂，最后这段感情的走向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电影中的情感复杂将体现不同的演技层次，对演员个人是很大的挑战。导演的电影艺术审美是相当高级的，他的电影能拍出任何演员的忧郁气质。文艺片的层次感比较强，成尔希望通过作品让观众去思考现实中的人生。成尔导演写过短篇小说《人鱼》刊出过，文中一个学历不高的女孩子，由于身材好得到了水族馆的工作，成为了一条美人鱼，每天从家到水族馆需要6小时。她与男主角的见面起因就是为了解决通勤。男主角是有双面性，一边帮着女主角找房子，另一方面又在控制着她。由于泡水太多起包，水族馆不再用他，慢慢开始接触别的工作，变得非常堕落。而男主角是一个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的人，他在旁边温暖着，控制着，同时也伤害着他。成尔的人鱼角色们都是孤独的，每个角色都非常复杂，观众看着会感觉女主好像精神有问题，慢慢又认为男主心里有毛病，渐渐觉得连配角都不正常，但是一切却又合理。片中将有巨大的情感冲击，感到心中窒息又有诱惑力，总之是非常不一般的情感展现。电影中的爱情就像是与狼共舞的感觉，男主是半面佛半面魔的感觉，不到结局都无法评论他的行为。而女主角从另一方面想为了爱情上岸的美人鱼，但是所遇也并非良人，最终迷失了自己，角色身上有一种破碎感。从成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就能看出，他对于男女之间的情感有很透彻的认清能力。当人性遇到爱情，能不能战胜个人的自私？人在爱情中迸发出的丑恶，往往是最赤裸裸的。即使是一个普通人，在亲情和友情上，一生没有太大的起伏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但在爱情方面，却容易产生最大的情感纠葛。这就是爱情最伟大也是最可怕的地方。情感有时可能成为利刃。文艺片的爱情一般是对情感很透彻的展露，不是为了迎合观众，让影迷开心观影，而是有一种对人文和人性的双重思考。成尔的人鱼如果水准高的话，很可能去竞赛戛纳，
相信他会给观众满意的答卷。王一博长空之王路演遭遇粉丝暴力扔物，以礼相待好吗？近日，王一博到达武汉参加电影《长空之王》的路演活动，却遭遇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现场有一些粉丝竟然扔东西给他，这让不少人感到无语。在这个互相尊重的社会里，我们应该以礼相待，而不是用暴力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。不过，王一博作为一名优秀的艺人，对于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并没有表现出不满或者不耐烦的情绪，相反，他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心态，全神贯注地为电影宣传。这种专注和敬业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。此外，王一博此次路演的电影《长空之王》备受期待。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追求梦想的故事，充满了感人至深的情感元素。相信在王一博的精湛演技下，这部电影一定会成为今年的一大佳作，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认可。最后，让我们祝福王一博路演一切顺利，也希望观众们能够尊重演员的努力和付出，用真心的支持来鼓励他们，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